叶晨与贺远江一起回到金陵，刚下直升飞机，便直奔天香府与史蒂夫·罗斯柴尔德见面。史蒂夫·罗斯柴尔德在叶晨没到之前，就已经让人把整个罗斯柴尔德家族入股以及控股的汽车行业公司全部罗列了出来，一共有600多家公司，遍布世界各地，上到顶尖的知名车企，下到名不见经传的线束制造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投资基金经理们拿着钱上上下下投了一遍。俗话说有枣没枣打2竿子，罗斯柴尔德家族就是如此，反正人手众多，资本雄厚，看好一片枣树林，手底下的人就会进去把每一棵树都尽量打一遍。3人见面时，史蒂夫·罗斯柴尔德低调得像个大学毕业的小年轻，在叶晨面前紧张得不停搓手。他把厚厚的名册递给叶晨的时候，如献宝一般谄媚地说：“叶先生，这上面的企业多多少少都有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影子，您可以慢慢看，对哪家企业的产品感兴趣，我第一时间帮您沟通。”叶晨拿过那一沓名册看了看，便递给了身边的贺远江，微笑道：“贺教授，您看一下，我对行业的情况不太了解。”好。贺远江接过名册，翻了几下便一脸震惊，再往后翻，表情就更是惊讶，直到所有的名册被他翻完，他才惊喜不已地对叶晨说道：“叶少爷，这里面几乎已经把市面上的致命供应商一网打尽了，没想到很多华夏企业也有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持股。”史蒂夫·罗斯柴尔德赶紧声明道：“关于华夏那些企业，我们都没有直接持股，全部都是通过风投基金来间接持股，还有一少部分是通过关系不错的个人或者企业代持股份。”叶晨点了点头，又问贺远江：“贺教授感觉哪些对我们比较有用？”贺远江有些激动地说道：“叶少爷，这些基本上都有用。如果罗斯柴尔德先生方便的话，可以帮我们引荐一下，我把这些重点的大企业走一遍，让团队把其他的中小企业也走一遍。”史蒂夫·罗斯柴尔德精明至极，立刻便道：“没问题，这个好办。贺教授回头筛选出来你想亲自去摆放的，到时候我让人跟他们约好时间，让他们排着队来金陵跟你见面。”贺远江有些过意不去，试着问：“这样是不是不太合适？”“没什么不合适的。”史蒂夫·罗斯柴尔德微笑着说：“他们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都是小喽啰，让他们来一趟，他们非但不会有任何怨言，反而会格外高兴。所以贺教授，你就把你的时间窗口告诉我，我让我的助理通知这些企业过来。”说罢，他忽然灵光一闪，笑道：“我觉得长鹰汽车可以搞一个全球供应商大会。”全球供应商大会？贺远江惊讶地问。罗斯柴尔德先生的意思是让我们借这个全球供应商大会的名头，公开跟他们谈。对，史蒂夫·罗斯柴尔德点点头，解释道：“让他们一窝蜂地来华夏，来金陵，甚至直接去贺教授办公室拜码头都没关系。但如果人数太多，动静太大，搞不好会引发不必要的关注和质疑。但如果换作是咱们长鹰汽车举办的全球供应商大会，他们全部是受邀来金陵参会，那这件事就合理的多了。”叶晨也不由称赞，这是个好办法，不但能够把这件事搞得更加合理，还能让全世界认识到长鹰汽车已经具备了在供应链上的影响力，全球所有顶尖的知名汽车供应商都齐聚金陵，外面的人一定会对长鹰汽车的供应链整合能力惊为天人。史蒂夫·罗斯柴尔德点头说道：“就是这个意思，到时候肯定让整个汽车行业的供应链都实打实的看到长鹰汽车在供应链端的影响力。别的我不敢说，但至少能让长鹰汽车的供应链端成本比其他车企低10%。”贺远江感叹：“一辆成本20万左右的车，除开电池之外的物料成本大概在40%左右，这就是8万块钱。供应链要是还能压缩出8000块钱的空间，把这部分空间让给消费者，整车的性价比还能进一步提升。
史蒂夫·罗斯柴尔德惊讶地问：“这么说来，长鹰汽车打算像华夏那些新能源汽车一样，走极致性价比路线？”对，贺远江说，真正意义上的国民级产品，一定是性价比很高、品牌认可度很高，并且产品可信度很高的。这就注定了溢价不能太高。叶少爷本身也不想让长鹰汽车变成一个利润率很高的企业。史蒂夫·罗斯柴尔德不禁感叹，从我的角度来看，长鹰汽车现在关注度这么高，又有塔瓦纳斯维特一直帮忙推广，一旦汽车正式上市，绝对是一个割韭菜的好机会。到时候发布会多吹嘘一下技术、数据和情怀，暗中把物料成本压缩到极致，每辆车应该能多赚几千美金以上，再加上原本的利润空间，一辆车赚1万美元，轻轻松松。这样的话，卖个几十万辆，可就是几十亿美金级别的现金，还是非常可观的。说完，他又忍不住劝了一句：“首款车上市，是个割韭菜的好机会啊！那些韭菜就在地里茁壮成长，不割实在可惜，实在不行，可以第二款车再走性价比路线，毕竟是几十亿美金到手，一条最先进的生产线就赚回来了。”史蒂夫·罗斯柴尔德在罗斯柴尔德家族耳濡目染这么多年，眼里只有利润没有其他。他运作的项目一般都是想尽一切利益最大化，一旦情怀、梦想和利益冲突，一定是利益先行。他本以为叶晨想要压榨供应链，就是为了提高利润空间，尽快回收成本，没想到竟然是要把这部分空间让给消费者。在他看来，这种行为很傻很天真，还不如抓住这个好机会狠狠地赚他一笔。叶晨这时却笑着说道：“史蒂夫，叶家和安家联手做长鹰汽车的初衷就不是为了赚钱，我更不是为了赚钱。如果我是为了赚钱的话，何必费尽心思造车？我有的是收割顶级富豪的办法，随便搞一场拍卖会，就比造车几年赚的还要多。”史蒂夫·罗斯柴尔德这时才恍然大悟，心中暗忖：是呢，叶晨怎么会缺钱？他要是拿几颗回春丹出来拍卖，赚个几千亿美金跟玩一样。自己老爹这种人，上千亿美金买回春丹肯定眼都不眨，造车哪辈子才能赚到几千亿美金？想到这里，他自惭形秽地说：哎呀，还得是叶先生您的格局高，我还是摆脱不了满身的铜臭味，惭愧惭愧。